苏老板，这地方该换主人了。王经理，正值饭点，你断我的气，这不太合适吧？外面几百个客人等着吃饭呢。哼，合不合适我说了算。你的租赁合同下个月到期，这是新合同，签了吧？签了，火马上给你点上。上面的租金从原来的每个月2万直接翻到了4万。不仅如此，合同里还加了一条霸王条款，无条件收回我店门外最惹眼的那块 C 位外摆区，租金翻倍，还要收回我的外摆区。2年前这条街连狗都不来，是我苏念带着祖传私房菜第一个入驻，硬生生把这里的客聊盘活了。现在街区火了，你想卸磨杀驴？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那是我们商场营销做得好，跟你有半毛钱关系。现在这条街可是网红打卡地，寸土寸金。你这破炒菜馆占着最好的位置，拉低了整条街的档次。一句话，不签，今天就别想做生意。看着满地狼藉，我深吸了一口气。行，跟我玩这套是吧？各位顾客，今天全场免单，但饭做不了了，物业断了我们的燃气，不让大家吃。我这一嗓子，前厅瞬间炸了锅。能在我这儿排队等位1-2个小时的，全都是冲着我来的铁粉。一听物业不让做饭，食客们立刻不干了。什么意思？老子排了1个半小时，你跟我说物业断气？你们物业怎么管事儿的？想倒闭是不是？就在王强快要顶不住的时候，一道刺鼻的高级香水味突然飘了进来，瞬间盖过了店里原本浓郁的饭菜香。哎呦，吵什么呀？素质真低。她叫林娇娇，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靠着擦边和搞科技与狠活预制菜火起来的网红。娇娇姐，您怎么亲自来了？小心油脏了您的限量版包包。王经理，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占着 C 位的私房菜，这种低端路边摊的档次也配留在这么高端的美食街？满屋子劣质油烟味儿，熏得我头疼。我的油烟味再重，那也是正经食材炒出来的烟火气，总比某些人满嘴添加剂靠合成肉骗粉丝钱要干净得多。你算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听着，这个铺子我看上了，我要在这里开一家高端星级料理，这钱赏给你当遣散费，拿着钱带着破铜烂铁赶紧滚蛋！看着那点钱，再看看他们那副狗仗人势的嘴脸，我突然觉得无比可笑。他们以为霸占了我的店面就能继承我的客流，简直是痴人说梦。既然你想当这个冤大头，那我就成全你，我答应你。你看你这管道，还有这地板，这墙纸也翘边了吧？这租金……排烟系统我每个月都花大价钱请专业团队清洗，根本不存在他说的那些问题。他这明摆着是想黑吃黑，把我的押金吞进他自己的腰包。王强，你确定这50万你不退？1分不退，这是商场的规定，你告到天边去也没用。老李啊，这美食街下水道维修的报价单，你给我往上浮动30%，那多出来的30万，咱们老规矩，3七分。大老板那边我来应付，你放心。王经理，你说如果我把这份录音和这些流水账单打包发给商场的大老板，顺便再重雕一份给精神大队，你下半辈子是不是就得在里面踩缝纫机了？苏老板，误会都是误会，咱们有话好好少说。3分钟内50万连本带息退到我账上，否则咱们就去见警察。苏念，你别得意，没了铺子，我看你明天上哪儿要饭去？这条街是我花了整整2年时间，用无数个起早贪黑熬出来的真材实料，一点一滴带火的，如今却要便宜了那帮搞科技与狠活的吸血鬼。但我心里没有半点难过，只有冷笑。此时的王强正拿着我签好的解约书春风得意，他以为赶走我一个无关痛痒的炒菜馆，换来一个财大气粗的网红，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为了巩固自己的业绩，他转身就去讨好美食街真正的3大顶流，街头那家流水第一的精苗酒馆，街尾那家天天排长龙的甜品店，以及深夜无数豪车排队来吃的大型烧烤摊。这3家店占据了美食街70%的客流量，是商场大老板眼里的摇钱树。他打算用免租半年的优厚条件，把这家日进斗金的酒馆续约合同拿下。陆老板，忙着呢。
陆老板，您这是在干嘛？别搬啊！陆老板，您这日进斗金的，好端端的搬什么呀？是不是租金不满意？我今天来就是给您送免租半年的续约合同的。免租半年，你就是免租10年，我也不会留在这儿。我老婆都被你赶走了，我还留在这儿给你陪葬。你老婆？王经理，街尾那家满记良品今天正式解约，设备我们已经连夜拉走了，还有我的深夜火烧烤摊也不干了。感谢王经理这些日子的照顾啊！3大客流支柱竟然在同一时间宣布解约，你们是一家人，你们不能走，你们这是恶意违约。按照合同，提前解约要赔偿3倍的违约金，3家加起来至少几百万，你们赔得起吗？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合同上的日期，我们3家的合同昨天刚好到期，我们是不续约，懂吗？不用赔你1分钱。他终于明白，自己亲手把这条美食街的命脉给掐断了。王强瘫坐在满地打包纸箱的废墟里，像一条被抽了脊梁骨的赖皮狗。我连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浪费时间。师傅们，动作麻利点，易碎的设备用气泡膜裹好，全给我拉到街对面去。你苏家，你是不是疯了？你说的该不会是对面那个烂尾的华景夜市吧？华景夜市和我们这条老美食街仅隔着一条双向4车道的马路，那里原本是个大工程，但因为前任招商团队瞎搞，加上租金定价离谱，开业不到3个月就黄了，一直空缺到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去那个鬼地方，等着亏死吧！看他那副嘴脸，真好笑，以为我是个颠勺的傻白甜。半个月前，我就发现合同里动的手脚。我没吵没闹，而是拿着我们一家4口私房菜、精酿酒馆、网红兔品和深夜烧烤这4大顶流 IP 的流水账单，直接敲开了华景景夜市现任负责人的办公室大门。带着能瞬间引爆一条街的庞大客流，我不仅拿下了华景夜市最核心的连排5间大铺位和绝对的自主管理权。换句话说，在华景就不劳王经理操心了，你还是先想想怎么跟你们老板解释这条街的4大台柱子为什么会一夜之间全跑了吧。喂，干爹，铺子我已经顺利拿下了呢，那个碍眼的黄脸婆也被赶走了，您的后续资金什么时候能到位呀？心里升起一丝疑云，这个擦边网红背后到底站着哪路神仙？搬迁的第1天，整个华景夜市灯火通明，我们一家人忙得脚打后脑勺，连口水都顾不上喝。直到凌晨2点，设备的初步调试才算告一段落。你别太过分了，她是我老婆，凭什么要受你摆布？我不回去，那个破公司谁爱管谁管。怎么了？幕后黑手浮出水面了？是陆振国，林娇娇口里的那个干爹和投资人，就是他。我愣住了。陆振国本是赫赫有名的地产大恩公，自从我和陆晨结婚后，他就一直对我不满。在他眼里，我这个在厨房里满身油烟味的女人，丢尽了陆家的脸。他这次是故意的，他用陆氏集团的资源给王强施压，又砸钱扶持林娇娇那个草包，就是为了把你的店整垮。他想逼你破产，逼你乖乖回陆家做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豪门全职太太。老婆，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这是我这些年攒下的私房钱，有大几百万，你拿去用，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不会让它得逞。不用，陆振国以为靠资本砸钱就能掌控一切，以为做实体餐饮就是低贱的行当。那我就要让他睁大眼睛看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实体经济，靠一堆科技狠活和擦边球能走多远。这场仗不仅是为了保住我的店，更是为了证明我们普通人脚踏实地的尊严。半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我的华景夜市还在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和试菜，而马路对面的老美食街却已经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家人们，今天娇娇的法式星级餐厅正式开业了。听说对面那家低端路边摊还没开呢，怎么能跟我们全空运的高端料理比呢？宝宝们，今天99元吃遍米其林哦！这女人脸皮怎么比城墙还厚？99吃空运，她空运西北风吗？别急，让她先蹦跶。顶级食材，既然你想赚快钱，
那就看看你的食客们肠胃到底有多硬了。你们把这叫高端牛肉？老子虽然没吃过什么米其林，但老子吃过肉。这玩意儿一刀切下去，连点肉丝纹理都没有，全是胶质。这他妈是合成肉加了牛肉龟吧？还有这碗所谓的浓汤，一股子廉价奶精味儿，拿植脂末勾兑的吧？糊弄鬼呢？退钱！什么垃圾也敢叫星级料理？家人们看啊，这就是对面雇的水军。保安，把这些穷鬼都给我赶出去！停！你们有种！赚这种黑心钱，我看你们能嚣张到什么时候？没钱就别来吃高端料理，滚吧！老板娘，有什么硬菜直接上，老子今天非要吃顿真正的饭不可。大哥，您坐好，稍等片刻。这是现熬了4个小时的高汤牛腩，您尝尝。软糯的牛腩吸饱了高汤的精华，入口即化，肉香和香料的层次感在口腔中完美爆开。这才是真正的肉啊！兄弟们，刚才在对面那家破星级料理受的气，老子全在对面这家私房菜找回来了。看看这纹理，看看这色泽，才叫良心！现熬4个小时的高汤，一口下去全是肉香，没有一点科技狠活。今天我给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大哥是个在本地小有名气的机车博主，自带不少粉丝。他这段真情实感、极具揣插感的吃播，加上之前在林娇娇店里被赶出来的视频发酵，瞬间引爆了同城热搜。大哥吃，我都饿了。对面那家店我刚才也全是料理盒，难吃的要死。走，去华景夜市尝尝这家私房菜。短短1个小时内，我店里的客流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原本空荡荡的华景夜市，瞬间被慕名而来的食客挤得水泄不通。这只是第一步。陆正国、林娇娇，你们准备好迎接真正的风暴了吗？第二天一早，大哥那段真情实恳的吃播视频还在持续发酵，店里的预订电话响个不停。可还没我高兴太久，网络上的风向却突然变了。这些照片虽然拙劣，但在水军的疯狂传发和带节奏下，迅速引发了不明真相网友的愤怒。不仅如此，外卖平台上的差评也像雪花一样飞了进来，一水的长篇大录，全都在控诉吃了我家的菜后上吐下泻，连夜挂急诊。老板娘，这网上说的是真的吗？我们平时吃的不会也是这种东西吧？这绝对是王强和林娇娇干的。我有个朋友在公关公司，我这就找他，花钱把热搜撤了，再发律师函告诉他们。别急，老婆，都火烧眉毛了还不急？清者自清，他们现在花钱买水军闹得越凶，热度就越高，让子弹疯一会儿。等官方介入的时候，他们闹得有多大，反噬就得有多狠。正值中午客流高峰期，虽然网上的黑料铺天盖地，还是有不少老顾客和看热闹的人聚在店外，店里的桌子也坐满了一大半。谁是这家店的老板？我们接到群众实名举报，说你们店使用腐烂变质食材，后厨卫生严重不达标。现在请立刻停止营业，配合我们查封后厨进行检查。家人们，看到没有？执法人员已经到了，今天我就带你们实地打假，看看这种吹上天的黑心路边摊是怎么拿垃圾喂消费者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看着他那副迫不及待想要看我身败名裂的嘴脸，我不仅没有半点慌乱，也没有阻拦执法人员。领导，你们随便查。林大网红，既然来都来了，记得把镜头凑近点儿，别漏了什么关键细节。然而，当后厨的灯光全部打开，看清里面的景象时，林娇娇得意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领导，既然你们为了查食品安全跑了一趟，不如顺便去马路对面查查那家星级料理。我听说他们连基本的垃圾分类都不做，后厨那味道站在街上都能闻见。原本还在直播间里叫嚣着要看我笑话的林娇娇，听到我这句话，脸色瞬间惨白。我们店可是高端餐饮，全是用空运的顶级食材，怎么可能不卫生？既然是高端餐饮，那更应该经得起检查了。领导，你们不能进！我们现在还没到营业时间，后厨不方便进人。让开，例行检查，请配合我们的工作。妨碍执法，我们要采取强制措施了。舆论彻底反转，刚才还在外卖平台上刷差评的网友，此时全涌进了林娇娇的直播间，疯狂辱骂，卫生条件极其恶劣。
食材来源不明，涉嫌使用过期变质食品，立刻停业整顿，接受调查。负责人跟我们走一趟。王哥，你快想办法呀！快给我干爹打电话，让他救我！活该，恶有恶报！我冷眼看着这场闹剧，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这才刚刚开始。林娇娇的星级料理被勒令停业整顿。之前他靠着低价营销和水军造势吸引来的那批贪便宜的顾客，在看了那场死老鼠直播后，饿过的连老街这条路都不愿意走了。短短几天时间，老美食街的客流量经历了断崖式的下降，一到晚上更是静悄悄的，简直像一座鬼城。看着对面的繁华，王强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急的不是美食街的死活，而是他自己的命。因为老街业绩惨淡，商场的大老板震怒，下达了死命令要查账。王强之前仗着自己是招商经理，吃回扣虚报消费更保私囊，账面上有个巨大的窟窿。如果大老板一查到底，他绝对要去吃牢饭。为了自保，王强彻底丧心病狂了。他把主意打到了老街剩下的那几十个苦苦支撑的散户身上。大家也看到了，现在街区客流不行，为了给大家引流，实行统一管理。所以，从下个月起，每家商户必须缴纳5万块的品牌升级费。不交的，就是不配合管理，直接清退。没钱，没钱就给我滚蛋！押金1分不退，设备全扣下抵账。想跑，没交升级费，这车就是物业的资产。把车上的煤气罐和食材全部没收。王经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家还有个瘫痪的老汉要养，你给我留条活路吧。活路？老子现在都没活路了，还管你死活？我站在对面的夜市口，冷冷地看着这一幕。王强啊王强，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老李，咋办啊？那王强今天说了，明天中午之前不交那5万块钱，就要把咱们的店全砸了。他扣了我的车，我连回老家的车票钱都没了，这可怎么活啊？这么晚了还没收摊呢？苏老板，你咋来了？来看看老街坊，王强逼你们交升级费的事儿，我听说了。苏老板，还是你有眼光，早早搬出去了。咱们现在是落在王强手里，被他扒皮抽筋啊！各位，如果你们愿意，来华景夜市吧。华景夜市现在是我和家人承包下来的，我们有绝对的自主管理权。只要你们过来，我承诺给你们安排最好的位置，免租3个月，让你们缓口气。而且我向你们保证，除了正常的租金和水电，绝无任何乱收费。王很心狠手辣呀，咱们的设备冰柜全在老街铺子里，他说了谁敢搬就扣谁的东西。他们太怕王强报复了。放心，设备不仅要带走，还要光明正大的带走。明天早上6点，你们把东西打包好，剩下的交给我。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初中的雾气还未散去。我叫来了2辆搬家公司的箱型货车，停在老美食街的入口处，准备接应第一批搬家的小户。昨晚我走后，这个软骨头为了向王强表忠心，免交那5万块钱的升级费，转头就把我们计划搬家的事告密了。哎呦，苏大老板，起这么早来我们这儿捡破烂啊？居然出卖大家！老李，你懂个屁！王经理这是为了咱们好，跟紧商场的步伐才能赚大钱。你们跟着那个姓苏的女人，迟早饿死。听见没？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你们这群穷光蛋，谁今天再踏出这条街半步，我就打断他的腿，扣下所有的设备，让他倾家荡产。苏念，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能带走客流吗？有种你今天从我这儿把他们带走试试！真以为老子是吃素的？跟他动手，脏了你的手。苏念，你装腔作势！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他们也得给我把钱留下。天王老子来不了，但警察叔叔能来。谁报的警？说有人聚众闹事。
警察同志，是我。谁敢踏出半步，打断他的腿！误会，都是误会，我们是物业，友好沟通呢，帮他们做品牌升级。大家不要怕，谁要搬家，合同拿出来我们看看。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商场未尽到基本维护义务，且擅自违规增加升级费用，商户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你们这种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立刻把路给我让开！谁敢阻拦正常搬迁，直接带回所里！那个昨晚告密的炸串老板傻眼了，他本以为抱住了王强的大腿，结果现在发现王强根本是个纸老虎。看着大家都去对面发财，他急得推着车就想跟上队伍。苏老板，等等我，我也跟你们去入新夜市。对不起，华景夜市不收背信弃义的软骨子，你还是留在这儿，好好跟着你的王经理做品牌升级吧。背后是老美食街彻底落幕的丧钟，但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王强和他背后的主子绝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你个逞强不足、坏事有余的东西，好好的一条街被你搞成了鬼城！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3天之内把你贪污回扣、虚报账别的几百万窟窿给我补齐，否则你就等着进去踩一辈子缝纫机吧。老板，娇娇，你得救我！你干爹那么有钱，赶紧把借你的80万还我，不然老板非弄死我不可！你有病吧？我店都被查封了，哪来的钱？再说了，那是你自愿孝敬我的，凭什么让我还？你放屁！要不是你卖那些带死老鼠的科技狠活，老子的街能黄吗？你今天不给钱，谁也别想好过！滚开啊，你个穷光蛋！你敢碰我？你信不信我让我国干爹废了你？老美食街彻底破产，王强和林娇娇当街互撕的丑闻，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结结实实抽在了豪门公公陆正国的脸上。他一直自诩是翻手为云的资本大佬，本想借王强和林娇娇的手，随便施舍点资源，就能把我这个颠勺丢人的儿媳妇逼上绝路，乖乖回陆家做全职太太。可他做梦都没想到，我不仅没破产，反而带着一大家子在对面搞出了一个日进斗金的新夜市。陆正国彻底震怒了。苏老板，出大事了！今天早市，咱们常去的那几家大型肉联厂和蔬菜批发商，全都不给咱们供货了，连一颗白菜都不卖给咱们。苏老板，你别为难我了，不是我不卖给你，是上面发话了。哪个上面？陆氏集团，陆董事长昨晚亲自放的话。本市谁敢向华景夜市提供哪怕一根葱，就是跟陆氏集团作对，以后就别想在本市的商界混了。苏老板，你们到底是惹了哪路神仙？赶紧去道个歉吧！我瞬间明白了，陆正国这是见小打小闹不成，直接动用了资本的掐断我们的命脉。对于餐饮链来说，不管你手艺多好，没有新鲜食材有多大，不出3天必定全线崩溃。苏小姐，陆董让我代为问候。陆董说了，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但不知天高地厚就是愚蠢。现在你应该明白资本的力量了吧？陆董的手段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下作。苏小姐，逞口舌之快没用，没有陆家的允许，你在本市买不到一根葱。陆董给你最后1天时间，关掉夜市，跟少爷回陆家认错，否则明天我就让华景夜市彻底变成一堆破铜烂铁。我去找几个开餐饮的哥们儿，从外市调货。我不信他陆正国能一手遮天。不用找朋友，远水解不了近渴。那怎么办？晚上没菜下锅了。跟我走。资本能封锁中间商，但它封锁不了种地的农民。我早就研究过市里的政策了。今年市里重点推行助农扶贫绿色通道，鼓励大型餐饮企业直接对口帮扶周边郊区的农户。我们华景夜市现在有几十家商户，日消耗量惊人，完全合帮扶标准。陆正国能用强权压住那些只认钱的中间批发商，但他绝对不敢阻拦政府牵头的助农项目。苏老板，你们这简直是雪中送炭啊！南郊那边的几个村子今年蔬菜大丰收，正愁没有销路，好几百头走地猪也到了出栏的时候。如果你们夜市能全部消化，那是帮了市里的大忙。哈哈哈哈！货来了，新鲜的货来了！农产品直供不仅解决了断供危机，更因为没有中间商赚价价，进货成本足足降了30%，食材品质反而提升了几个档次。陆正国以为切断供应链就能逼我下跪求饶，结果反而帮我打通了最坚固的护城河。但我知道，陆家绝不会就此罢休。自从打通了助农绿通，华景夜市的生意不仅没垮，反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火爆。
每天傍晚刚拉开卷帘门，我店里的食客就能排到街尾。看着满街的烟火气，我知道这场仗我们赢了第一局。但在对面的老美食街，气氛却截然不同。林娇娇的星级料理被查封后，一直大门紧闭，但我知道她绝对不会就这么消死。听说他跟背后的 M 机构签了对赌协议，如果这个月不能把热度炒回来，不仅要赔天价违约金，连账号都要被收回。他是狗急跳墙了，交了点罚款就敢偷偷营业，胆子真够大的。家人们，我之前完全是被同行恶意抹黑的。明晚我将举办一场盛大的一折吃海鲜大餐复出直播。一折吃海鲜？他疯了吧？海鲜的成本多高他不知道？哼，他当然不打算做长久买卖，这是想割最后一波韭菜，捞一笔就跑路。要想在一折的价格下还能赚钱，那食材的质量简直不敢想象。娇娇，你放心，货源包在我身上。我利用以前当招商经理积累的人脉，认识一个冷库老板，有一批压在库底的冻海鲜，价格便宜的像白捡一样，就是稍微有点味道。怕什么？多放点条掩盖一下不就行了？只要吃不死人，今晚咱们就赚翻了。变质海鲜的腐臭味可不是那么容易掩盖的。林娇娇虽然不懂厨艺，但也知道光靠普通的辣椒面根本压不住那股腥臭。为了让这场海鲜大餐看起来像模像样，她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我的秘制海鲜酱上。配方前半部分我写的煞有介事，但在最后2味核心香料上，我大笔一挥写上了番沙叶粉和大黄粉，并且标注了极高的比例。这2样东西可是中医里出了名的药材，平时手水喝一条进酱料里，都能让人跑断腿。当晚，小赵连工资都没要，直接发了条信息说家里有急事，辞职不干了。苏念啊苏念，你祖传的秘方现在是我的了。第2天傍晚，林娇娇的一折海鲜活动如期举行，铺天盖地的网络广告和一折的巨大诱惑，成功吸引了一大批贪便宜的食客。原本门可楼阙的老美食街，久违的排起了长队。家人们，看看这人气！今天娇娇可是下了血本，顶级海鲜一折回馈粉丝。某些黑心路边摊就等着关门大吉吧。我站在夜市的街角，冷冷地看着对面那群陷入狂欢的食客。一盘盘色泽诡异、裹满深红色浓酱的海鲜被端上桌。老板娘，这鱿鱼怎么吃着有点发酸啊？而且肉质全是烂的。哎呀，大哥，这是我们独家发酵的酸辣风味，里面加了20多味名贵香料呢，您多吃2口就习惯了。老婆，那海鲜的味道隔着一条街我都觉得不对劲儿，真不会出事吧？出事是肯定的。你好，这里是老美食街，大概10分钟后这里会发生大规模群体性食物中毒，请你们务必多派几辆救护车过来。我的电话刚挂断不到20分钟，老街那边的报应就如期而至了。变质的底库海鲜，加上我那份超大剂量的致泻版配方，在食客们的胃里产生了堪比化学武器的剧烈反应。紧接着，现场接二连三地响起了痛苦的哀嚎。哎呦，我的肚子疼死我了！特狗，哪里有特狗？我憋不住了！原本喧闹的直播现场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就在现场乱作一团时，远处的街道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我提前叫的6辆救护车呼啸而至，执法人员直接冲进后厨，不仅搜出了堆积如山的变质海鲜发臭流脓，还在锅底发现了大量超标的泻药成分。不关我的事，是他们自己肠胃不好，是他们这个肠胃，对，是他们吃不惯高档海鲜。警笛声响彻整条美食街的时候，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满地打滚的食客和被戴上手铐的林娇娇身上。但在混乱的人群边缘，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正贴着墙根往外溜，是王强。这孙子倒是不傻，一看到救护车和警车同时出现，就知道林娇娇这艘破船彻底沉了。他连办公室都没敢回，直接拖着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准备跑路。王经理，这么着急，是打算去哪儿旅游啊？李总，我家里有点急事儿，请个假。请假？我看你是想去局子里请长假吧？你以为你做假账天衣无缝？这2年你借着招商的名义吃回扣、虚报回修费，甚至挪用公款去赌博，窟窿足足有300多万。要不是苏老板把那些你吃回扣的录音发给我，哼，我还真被你当猴耍了。李总，我错了，我把钱补上。晚了，王强，你涉嫌职务侵占和挪用公款，跟我们走一趟吧。王强像一滩烂泥一样被2个警察架了起来，拖向停在路边的警车。巧的是，押送林云娇娇的警车正好停在同一位置。王强，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找的什么死鱼烂虾？你害死我了！
你放屁！要不是你个蠢货往锅里下那种乱七八糟的药，能吃出这么大动静？你个只知道擦边的假名贵，活该你进去踩缝纫机！你敢骂我，我干爹不会放过你的！你干爹算个屁！他现在连你的电话都不接了吧？两人就这么在警车前互相吐口水，疯狂揭老底。围观的群众纷纷举起手机，将这出狗咬狗的丑态拍下。不到半小时，就冲上了同城热搜。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出闹剧总算是收场了。林娇娇和王强的双双入狱，成了压垮老美食街的最后一根稻草。大老板李总本来就因为资金链紧张焦头烂额，现在又爆出这么大的丑闻，面临巨额的整改费用和罚款，他干脆心一横，3天后老美食街的大门上贴出了法院的破产清算公告。曾经风光无限、日进斗金的老美食街彻底拉上了厚重的铁闸门，门前的落叶随风打转，几张被踩烂的一折海鲜传单在地上，显得格外讽刺。与老街的凄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面我经营的华景夜市。夜幕降临，华景夜市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苏老板，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当初拉我们一把，我们现在连摊子都被法院查封了。是啊，咱们现在在这边免租3个月，生意比以前还好，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大家凭良心做生意，用真材实料，老天爷自然不会亏待我们。都去忙吧，今晚客流量大，别让客人等急了。看着大家各自散去，忙碌却充满干劲儿的背影，我心里感到一阵踏实。这才是真正的烟火人间。但我知道事情还没完。林娇娇虽然进去了，但那个在幕后给她砸钱、试图逼我破产的豪门公公陆正国，绝不会就此罢休。在陆正国正式对我发难之前，我先接到了看守所打来的电话。苏念女士是吗？嫌疑人王强申请见您一面，他说有极为重要的事情要向您当面忏悔。听到这个消息，我本想直接拒绝，但转念一想，去看看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招商经理如今的惨状，也算给过去那段憋屈的日子画个句号。苏老板，苏姑奶奶，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当初不该为了那点回扣逼你走，更不该帮着那个林娇娇去搞你的夜市，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李总要告我职务侵占，律师说我至少得判5年啊！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看你扇巴掌的。苏老板，您现在在李总那里有面子，求您高抬贵手，去帮我求求情吧。只要他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我砸锅卖铁也把钱还上。您只要帮我这一次，我出去以后给您当牛做马，免费给您打一辈子工。听着他这番异想天开的话，我只觉得一阵恶心。王强，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下跪哭一哭，别人就必须原谅你？你当初停我店里的水电，逼我交出 C 位铺子的时候，想过有今天吗？你为了填自己的赌债，强行没收散户的摊车，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时候，想过有今天吗？我也是被逼的。你是被自己的贪婪逼的。顺风顺水的时候把别人当脚底泥，落魄了就装可怜求放过。成年人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你欠老街商户的，欠法律的，就在里面慢慢还吧。不，苏念，你不能这么绝情，你见死不救。身后传来王强绝望而歇斯底里的哀嚎，但我内心毫无波澜。对，我的同情心绝不会浪费在这种垃圾身上。走出看守所，阳光刺眼，我知道清理了这些小喽啰，接下来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狂风暴雨。陆正国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而且极其简单粗暴。王强和林娇娇进去还不到1周，老美食街的大门上就贴出了新的告示：陆氏集团全资收购老街地皮及地上建筑。资本的力量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听说陆正国砸了重金，连地砖都换成了进口的透水石。他见林喵喵这颗棋子废了，决定亲自下场，用最顶级的商业维度来碾压我这个颠勺的底层女人。你就是苏念，油烟味真重，这种低端业态早该被市场淘汰了。吃饭排队，找事滚蛋。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陆氏集团任命的星光街区执行总裁 Kevin。 陆董让我给您带句话，做生意靠的不是几口大锅和一身市井气，而是资本和降维打击的商业模式。所以呢，你带着保镖跑来我这儿，就是为了背你的英文眼力？苏小姐，这份请柬也是一份战书。
给您1个月的时间，准备关门大吉吧。到时候如果您破产了，我可以大发慈悲，聘请您去我们街区的保洁部当个主管。海外精英，资本降维打击，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不沾阳春水的高管，懂不懂什么叫老百姓的胃。3天后，对面的星光潮流街区开业，巨大的3D 裸眼屏幕循环播放着宣传片，震耳欲聋的低音炮能把人的心脏都震出来。最狠的是他们挂满整条街的巨型横幅，全场半价，连吃3天，啤酒免费畅饮。不到1晚上，华景夜市的客流量就出现了断崖式下降。我站在四方菜馆门口，看着对面灯火辉煌、人头攒动的景象，心里不可避免地沉了一下。夜里11点，本该是夜市最热闹、流水最疯狂的时候，我的店里却坐满了愁云惨雨的小户老板。苏老板，这可怎么办啊？我今天被连30份都没卖出去，再这么下去，不出3天，我的本钱就得全赔进去。是啊，念姐，要不咱们也降价吧？他们半价，咱们也半价。降价？拿什么降？你们知道对面的 Kevin 准备了多少预算烧钱吗？几千万。他们背靠陆氏集团，亏得起。你们呢？你们都是赚辛苦钱的小本买卖，上有老下有小，跟资本打价格，你们有几套房子够赔的？那怎么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客人抢光？跟资本拼烧钱，必死无疑。他们有超能力，但我们有烟火气，想要赢就不能按他们的规矩玩，我们要打差异化。散户们面面相觑，显然没听懂我的文化牌是什么意思，但我没时间解释。当晚我就拉着陆晨连夜整理了一份厚厚的企划书。第2天一早，我拿着企划书敲开了市文旅局办公室的大门，提出了举办本土非遗美食文化节的构想。看了我的方案，结合我们夜市之前拿到的助农标兵，好口碑，当场拍板，大开绿灯，甚至还帮忙协调了媒体资源。我们不搞打折，也不搞震耳欲聋的土味电音，我把夜市的公共区域打造成了一个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区。我请来了本地真正濒临失传的老手艺人，街头是捏面人和吹糖人的白发老爷爷，一勺热糖吸在他手里，转眼变成栩栩如生的腾笼。街尾是传承了3代的古法泥炉烤肉，果木炭火烘烤出来的香气能飘出10里地。当晚，对面依然在搞半价狂欢，而我们这边随着老手艺人一声洪亮的吆喝，一勺滚烫的铁水被击打向夜空，万千金星如流星雨般在夜空中绽放，瞬间照亮了半个夜市。火树银花，美得让人屏住呼吸。打铁花，这也太美了吧！原本在对面排着长队，被劣质音响吵得心烦意乱的顾客们，全都被这震撼的一幕吸引了目光。人群开始不自觉地往我们这边涌来。很快，顾客们发现了两边的不同。在华景夜市，他们可以一边吃着滋滋冒油的古法烤肉，一边看手艺人吹糖人，感受着最真实的人情味儿和烟火气。这才是生活呀！对面那简直像在吃工业饲料。一段打铁花配古法烤肉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彻底爆火，看着奇迹般回流，甚至比以前更火爆的客流。我知道，这波对抗资本的仗我们打赢了，像一个响亮的巴掌，结结实实地扇在了对面那群海归高管的脸上。顾客们不是傻子，半价的流水线预制菜吃一顿，图个新鲜。眼看着价格战彻底失效，对面的高管陈总急眼了，正面打不过，他开始在背地里玩起了釜底抽薪的阴招。姐，不对劲儿，对面那个姓陈的，刚才把老张、李姐他们几个叫到对面茶楼去了。老张是卖秘制烤生蚝的，李姐是做爆肚的，这几家都是我们华景夜市里院流量排名前10的核心散户。我立刻明白了陈总的算盘，他是想瓦解我的商业联盟。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老张和李姐几个人看我的眼神就有些躲闪了。苏老板还在亲自颠勺啊，真是辛苦。苏老板，资本的力量不是你用几个吹糖文的老头就能抗衡的，你的核心商户都快被我挖空了，你这个破夜市，你笑什么？疯了！陈总，你挖走他们之前，难道就没去查过他们那些天排队爆单的核心食材和酱料供应链到底在谁手里吗？哼！陈总显然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冷哼一声，带着意向书扬长而去。第二天，老张和李姐几个人连个招呼都没打，连夜把摊位搬到了对面的新街区。老张他们的摊位前确实排起了长龙，然而打脸来的比龙卷风还快。你这生蚝是臭的吧？腥味这么重，吃的我都想吐。这什么破麻酱，水了吧唧的，一点香味都没有，跟你们在对面夜市卖的完全不一样。退钱！大哥，
生蚝是新鲜的，就是酱料换了。没错，老张他们以前用的秘制蒜蓉酱，以及李姐用的鲜香麻酱，全是我通过农业局的助农渠道找乡下老作坊统一定制的独家秘方。只有华景夜市的入驻商户才有资格拿货，他们脱离了我的供应链，只能去市场上买普通的廉价酱料，做出来的东西自然变得难吃，根本压不住食材本身的腥味儿。顾客们感觉被骗了，直接把几个摊位围了，甚至有人打了市场监管局的投诉电话。陈总砸了巨额补贴，不仅没赚到口碑，反而惹了一身骚，被几个大 V 博主拍成视频发到了网上，直接骂上了同城热搜。苏老板，我们错了，对面那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味道一变，顾客全跑了。陈总还要扣我们的违约金，你大人有大量，让回来吧。我知道这是立规矩的最好时机。回来可以，但我苏念这里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是华景夜市商户联盟公约，想留下的不仅要签独家经营协议，以后的卫生和品质考核还要翻倍。谁要是再敢做墙头草，供应链永久拉黑。经此一役，夜市里再也没人敢动歪心思，凝聚力空前稳固。陈总那帮高管被彻底打懵了，而幕后的豪门公公陆正国终于失去了耐心。据传来的消息，陆正国在董事会上大发雷霆，把陈总骂得狗血淋头，并下达了死命令：1周之内必须让华景夜市关门大吉。正面竞争打不过，供应链挖不动，对方开始玩下三滥的舆论战了。这几天我注意到夜市里总有几个戴着鸭舌帽鬼鬼祟祟的人在转悠，甚至我还亲眼看到一个人故意把别人吃剩的竹签踢到过道上，然后拿出微型摄像机猛拍。果不其然，3天后的一大早，本地一家以毒舌打假闻名的八卦媒体突然发布了一期重磅视频，视频标题极其惊悚：起底网红夜市的遮羞布，你吃进去的究竟是美食还是垃圾？视频里，华景夜市成了一个污水横流、垃圾成山、食材发臭的毒瘤。这种扰民又污染环境的黑心夜市，难道不该被彻底关停吗？在水军的推波助澜下，这条新闻迅速发酵。陈总看准了时机，立刻发动关系，把这事儿捅到了相关部门。谁是这里的负责人？我们接到大量群众举报，华景夜市涉嫌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卫生违规，现在要求你们立刻停业接受调查。我是负责人。苏老板，网上的新闻影响很恶劣，如果是真的，你们面临的不仅是关停，还有巨额罚款。新闻是假的，但既然您来了，刚好帮我们做个见证。从租下这块地皮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想过赚快钱。我们的环保标准甚至比对面的高端商场还要严格。这视频是有人恶意摆拍，不仅是摆拍，我还有证据。视频一播放，真相大白。那个造谣的记者不仅自己制造垃圾，还给路人塞钱让他们说夜市的坏话，案情瞬间反转。当天下午，官方通报就出来了，那家造谣的无良媒体被全网封号，而一直躲在幕后推波助澜的陈总也没能跑掉。陈总，里面的饭菜可没有半价补贴，您多保重。陈总被带走的画面还在网上疯传，华景夜市的客流量迎来了一波报复性增长。这几天，我店里的私房菜刚到饭点就宣告售罄，我妈的甜品店更是排起了长龙，我弟的烧烤摊烟火气直冲云霄，而对面的老街随着高管的全军覆没，彻底沦为了一座死城。资本的打击不仅没能压垮我们，反而成了我们绝佳的垫脚石。但我知道，陆氏集团董事长，也就是我那个豪门公公陆正国，绝对咽不下这口气。他费尽心机，结果全成了业界的笑柄。以他的脾气，不把我彻底踩在脚底，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果不其然，第3天下午，一列清一色的黑色迈巴赫车队浩浩荡荡地停在了华景夜市的街口。今天中午不接客了，全部清场。你们干什么？还没吃完呢。陆董，这里是我的店，不是你的陆氏集团。要耍威风，回你的半山别墅去耍。这顿饭我们陆董请了，拿上钱滚出去。苏念，我不得不承认，你确实有点小聪明，能在我的眼皮底下把那个废物陈总送进去，算你有点本事。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家夜市马上就是我的了。苏念，
我看你还能往哪儿搬？瞥了一眼桌上的文件，封面上赫然写着华景夜市地块抽购意向书。不用看了，我已经找过辖区的开发商了，我砸出的价格是他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数字。只要我签了字，这块地连同你们这些不入流的破摊子，全都要改姓陆。1000万空白支票，收成人你自己填，拿着这笔钱滚出这条街，彻底离开我儿子。你这种满身油烟味的底层女人，一辈子也斗不过资本。你以为靠着几张助农的破牌子就能翻身？在绝对的财富面前，你所谓的努力连个屁都不是。我看着那张飘落在桌上的支票，心里没有一丝波澜，甚至觉得有些可笑。这就是所谓的豪门掌舵人，除了砸钱和威胁，脑子里再也没有别的招数了。如果我不拿呢？不拿，如果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华景夜市就会全面停水停电。后天推土机就会开进这条街，把你的私房菜馆，连同你妈的甜品店、你弟的烧烤摊全部夷为平地。我会让你们一家3口在江城彻底讨不到饭吃。空气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了，保镖们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似乎只要我敢说个不字，他们就会立刻动手砸店。陆董，你确实很有钱，但你的钱还是留着给自己填窟窿吧。放肆！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住手！一道高大挺拔的身影大步流星地闯了进来，来人正是我的丈夫陆晨。他围裙上沾着淡淡的酒糟味和麦芽香。陆晨，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里还有半点陆家大少爷的体面？你为了这个女人，连家都不要了，跑到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来卖酒，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不用你赶，我已经把卡和车都退回去了。从今天起，我陆晨净身出户，我的精酿酒馆是我每天熬夜发酵一桶一桶自己酿出来，1分1毫赚出来的，跟你们陆家没有半毛钱关系。陆正国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直寄予厚望的继承人，竟然为了一个路边摊老板娘，彻底与家族决裂。你这个逆子！哈哈哈哈，好得很！那块地我明天就买下来。买下来？陆董，您的花眼可能看不清，我帮您念念上面的字。哼，装神弄鬼，一份破文件就能护住你们那个摆地摊的夜市？我告诉你，在绝对的资本面前，你们那点可笑的烟火气连个屁都算不上。然而，就在他的视线触及文件封面的那一刻，他的瞳孔骤然收缩，他整个人猛地僵在了金丝楠木椅子上，仿佛被瞬间抽干了所有的力气，连呼吸都停滞了。这不可能！陆董，既然您看不清，我来给您解释清楚。华景夜市那块地根本就不是我租的，是我妈还有我弟用这几年做实店1分1毫攒下来的净利润，联合市里文旅局和农业局的助农项目一起直接买下来的。我看着他瞬间失去血色的老脸，继续补刀。顺便提一句，我现在是华景系市占股60%的绝对大股东。您想强行收购我的地盘，不好意思，这里不仅仅是商业街，更是政府重点扶持的助农资产，上面挂着市里菜篮子工程和非遗文化保护的牌子。您的资本在这里不好使。他引以为傲的资本强权，在合法的产权和国家助农政策的壁垒面前，脆弱的就像一张废纸。他原本以为只要砸钱就能买下地皮，把我像赶狗一样赶走，却没想到我早就跳出了他设定的游戏规则，直接成为了这盘棋的执棋人。陆董，时代变了，靠砸钱施压垄断资源那一套早就行不通了。踏踏实实做实业的人，老天爷和国家都会给饭吃。您有时间在这里对我们颐指许使，不如回去好好查查公司的账目，多操心操心您自己的资金链吧。被我狠狠戳中资金链的痛处后，陆正国连那根象征身份的金丝楠木拐杖都顾不上拿，像一只斗败的老狗，仓皇地逃出了我的私房菜馆。不出我所料，陆家的报应来得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快。陆正国为了打压我，不仅在前期给林娇娇那个网红盲目投资，后来更是为了斗气，高价接盘了已经破产烂尾的老美食街。为了在短时间内用资本碾压华景夜市，他又大搞全场半价的烧钱价格战，硬生生抽做了陆氏集团极其庞大的核心流动资金。如今老街烂尾，前期砸进去的资金打了水漂，陆家内部本就脆弱的资金链彻底宣告断裂。资金链断裂的消息一经传出，供应商上门围堵讨债，银行抽贷冻结账户。更致命的是，税务局和证监会联合出手，直接查出了陆氏集团多年来的严重税务造假，以及高达数亿元的账目黑洞。曾经不可一世的资本帝国，在短短半个月内轰然倒塌。那个曾经企图用一张空白支票买断我人生的人，如今连一个遮风避雨的屋檐都不做不在于内。他以为自己这个已经净身出户断绝关系儿子，今天是特意跑来落井下石，来看他这个老父亲笑话的。
这是我最后能为你、为陆家做的事了。在陆氏集团全面破产清算之际，陆晨动用了自己精酿啤酒品牌融来的大笔资金，加上在华景夜市的巨额分红，以合法合规的流程全资收购了陆氏集团名下唯一一家还在坚持做实业的食品加工厂。那家厂子虽然利润微薄，一直被陆正国视为鸡肋准备卖掉，但厂里却养活了整整几千名普通的产业工人，是几千个家庭的顶梁柱。他怎么也没想到，在陆家大厦将倾之际，唯一伸出援手保住陆家最后一丝体面的，竟然是他最看不起的跑去颠勺卖酒的儿子。我买下这个厂子，不是为了替你还债，更不是为了重振你那个虚伪的资本帝国。我救的是那几千名每天在流水线上脚踏实地干活的普通工人。资本的狂欢总有尽头，只有实业才能长久。你在里面好好改造吧。出来以后，如果愿意，可以来厂里当个门卫，自己赚钱养活自己。那是悔恨，也是彻底的醒悟。但这哭声很快就被法警带上了警车，消失在茫茫雨幕中。法律的审判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作恶的人。林娇娇因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以及寻衅滋事，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王强因为职务侵占、敲诈勒索等多项罪名数罪并罚，进去了5年。而陆正国也因为严重的经济犯罪和税务造假，为他的贪婪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在铁窗内开始了漫长的赎罪。与老街的覆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景夜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这里不仅成为了本市最大的网红打卡地，日均客流量突破10万，更因为其坚持真材实料、扶助农家的核心理念，带动了周边数万农民的经济增收。年底，华景夜市毫无悬念地获得了省里颁发的优秀实体助农标兵称号。今天，我代表华景集团宣布，我们将拿出今年1半的净利润，正式成立星火实业基金。这笔基金将无息扶持那些坚持用真材实料、脚踏实地做实体餐饮的普通创业者。我们要让天下所有认真做饭的人都不再被资本欺凌。发布会结束后，我婉拒了所有的庆功宴，脱下西装外套，换上轻便的平底鞋，回到了我最熟悉的华景夜市。夜幕降临，满街华灯初上，升腾的烟火气将整个街区笼罩在一片温暖的雾气中。资本的泡沫终会破裂，投机者的狂欢总会落幕。我是苏念，一个做私房菜的普通人。这世间颠覆不会的真理，从来都不是那些悬在云端的花言巧语，而是我们脚踏实地，一锅一铲炒出来的最滚烫的人生。